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一档 ETF， 它可以直接买下全世界。它的股票代号是 VT， 然后它涵盖了48个国家市场，包含已开发市场以及新兴市场，近万档的股票都包含在这一档 ETF 当中哦。那这期影片我跟你分享这档 ETF 是什么，它的优点还有它的缺点，并且我会带你真实的回顾从2009年到2025年。如果你定期定额投资这一档 ETF， 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绩效？我会教你如何使用 VT 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那这个过程是简单而且非常容易上手哦。最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退休的人，那你要如何靠 VT 这一档全球分散的 ETF 去进行退休金的提领，让你可以每月领到你的退休金，就算股灾来了也不会中断，而且退休之后呢，你的资产依旧会持续的增长，抗通膨哦。那我们就先来了解这一档 ETF。首先 VT 这档 ETF 是由约翰伯格，也就是指数教父他所创立的一档 ETF， 它是分散在全世界的股票。那 VT 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富时全球股市指数。这个指数呢，它的筛选规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机制。第一个机制的话呢，它就是进行市值加权，所以呢，大型权值股它的比重会比较高，接下来是中型以及小型股，它们的比重就会相对比较轻。它可以反映真实的市场的规模。再来，它会进行流动性的要求，它每一档成分股必须满足一定的成交量以及它的交易频率，才可以纳入其中。这样主要是确保 ETF 在买卖的时候呢，不会因为流动性的不足而产生高滑价的一个状况哦。最后的话呢，这档 ETF 它会定期进行检视，它会在每年的3月份、6月份、9月份以及12月份，由指数公司呢来检视成分股的清单，而且他们有采用缓冲带的机制来增减成分股。只有当市值或者是流通量跌出缓冲带的时候呢，这些公司才会被剔除。如果只是小幅的股价涨跌的话呢，是不会触发剔除的机制。这主要是为了避免频繁的换股。所以呢，这档 ETF 它的年转换率，也就是它的股票的转换率呢，每年大概只有 3% 左右哦。那这么低的转换率的话呢，就使得这档 ETF 它的一个内扣费用，它的总开销费用就是非常的低。那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紧贴全球股市的整体表现。那目前呢，这档 ETF 已经涵盖了48个市场，超过了9500只股票哦。它囊括了全球可投资市场 98% 以上的市值哦，就等于是你用一档 ETF 就直接买下全世界的股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详细的一个内部介绍。首先这档 ETF 呢，它的股票代号是 VT， 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08年，那它的 ETF 注册地是在美国，那它的证券交易所呢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它目前的基金规模已经来到了567亿美元哦，是非常的大。那它的股价现在是123块美金，也就是相当于是4000块台币就可以买到一股。那这档 ETF 它的年度费用率只有 0.06%。那如果像是我们台湾的0050，它的年度费用率大概是 0.3% 到 0.5% 哦。那 VT 这档成分股呢，目前是高达了9611档成分股。那它前10大成分股的一个持股比例大概是占到总成分股的 18% 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主要是比较 VT 这一档 ETF 与同类的全球股票 ETF 之间它们的一个分散程度以及集中程度。你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话呢是 VT 这一档 ETF， 它的 Top 10的成分股的占比大概是 19% 左右。但是如果像是其他的全球化的股票 ETF 的话，他们的前10大成分股基本上就已经占到总成分股的 50% 咯。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到 VT 这档 ETF 它的成分股的分散比例相对于其他同业的竞品来讲，这档 ETF 它的分散比例是更加的优异。那这意味着这一档 ETF 它对单一或者是少数大公司的风险集中程度是比较低的，那它更能平滑个股以及产业波动哦。那除了成分股较为分散之外，它们成分股的市值我们也来进行比较。那 VT 这档 ETF 呢，它不只偏重于大型的龙头股，那它的成分股当中也还有约 15% 的资产是投入中小型的市值公司。但是如果是其他同业的平均值的话呢，是不到 10%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档 ETF 它的成分股的前5大国家以及产业的分布。那目前这档 ETF 的前5大国家比例
美国的话呢是高达了62%，接下来的话呢是日本的5.8%，英国的3.5%，中国的3.4%，以及加拿大的2.9%。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档 ETF 它的美国的比例是最高的，是高达了62%。那这就会使得有些投资人认为，投资这档 ETF 不如直接去投资美国就好了，因为它比例这么的高。但其实这档 ETF 它并不专注于美国，因为在2009年3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成分大概只有占到44%。那主要是因为这一段期间，从2009年到2024年，美股它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劲，远超于其他的地区，所以呢，使得这档 ETF 它的美国的占比就从44%成长到了现在的62%。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占比会这么的高？那就是因为美国的公司它的市值就是真的这么的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档 ETF 它的产业分布。那它目前呢有 25% 是属于科技业，然后 16% 的话呢则是属于金融， 11% 是工业，然后呢 10% 是消费必需品，接下来的 10% 则是医疗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档 ETF 它的产业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档 ETF 它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那它过去5年的年均报酬率含息的话呢是 15.4%。那这 15.4% 的绩效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的不错了。那讲到绩效的话呢，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呢 VT 这档 ETF 全世界股票 ETF 跟美国大盘 S&P 500的 ETF 像是 SPY， 他们的绩效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抗跌？那这边一定会有很多人下意识的认为 VT 这档 ETF 应该更抗跌吧，毕竟它是全球分散的。那遇到股灾的时候呢，不就分散在全球吗？那它在股灾的时候呢，波动性应该会更小吧？那我们直接来看下面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话呢，蓝线的部分是属于 SPY， 就是美国 S&P 500指数的 ETF。那红线的话呢，则是属于 VT， 它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全世界股票的 ETF。那这个时间呢，是从2008年拉到2025年。你可以发现到，在每一次股灾来临的时候 ，S&P 500指数的 ETF SPY， 它的跌幅相对于 VT 这档 ETF， 它的跌幅是更加的小。像是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 ，S&P 500指数的 ETF 它下跌了 44%，VT 它则是下跌了 47%。那在2020疫情的时候呢 ，S&P 500指数的 ETF 最高跌幅 20%，VT 的话呢则是 23%。那在2022年的升息周期， S&P 500指数下跌了 25%，VT 下跌了 28%， 甚至连在2025年关税战的时候呢 ，VT 它的跌幅也没有比较少。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24年，就算你是进行全球股票的分散投资，你的投资组合的抗跌能力也不一定会比美国大盘还要优异哦。几乎就是美国大盘跌，然后 VT 这档 ETF 也会跟着跌，它甚至会跌得更多。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那这边的主要的原因 Kevin 认为是因为 WTO 的成立，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呢，让全球的贸易还有全球的经济跟股市呢，几乎又是挂钩在一起。然后呢，全球股市当中最强的股市就是美国的股市，所以呢，只要美国股市一跌，那几乎全世界的股票都会跟着下跌，甚至呢会跌得更凶。好，那我们详细来比较 VT 这档 ETF 跟 SPY他们在每一年的绩效的表现。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表格，那左边的话呢就是 VT， 那右边的话呢就是 SPY。你可以发现到 VT 这档 ETF 它在过去这15年的历史当中，它只有3年它的绩效是比 SPY 好的，而这3年它也只是小赢 SPY 哦。那讲到这边，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投资美股大盘，也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我有跟大家分享3档 ETF， 包含台湾的、美国本土的以及爱尔兰节税的 ETF。如果你有兴趣投资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这边我一定要跟大家郑重的声明，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些绩效图是过去15年的绩效，你一定要有抱持的一个疑问的心理，那就是美国在未来是否能持续的引领全球，这是无人可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打包票的说未来美国的大盘它的绩效一定会比 VT 好。如果你认为其他的国家地区会崛起，然后呢，美国股市将难以再维持如此优异的表现，那 VT 就是非常适合你去进行投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档 ETF 它的殖利率。那它目前的殖利率呢是 1.8%， 而且呢它是一档季配息的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会实务操作跟大家分享如何进行 VT 的定期定额投资，让你可以稳定领到退休年金哦。
那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可以长期投资而且能抗通膨的策略，那 VT 这档 ETF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退休之前呢，我们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进行投资，退休后呢，每年也能稳定领取 3% 当做年金，且资产仍然能够持续的增值，甚至是翻倍，让我们每年领到的退休金以及我们的总资产都可以抗通膨哦。那我们就先来看 VT 它的投资绩效。如果我们从2009年的1月份投资到2025年的4月份，我们的初始金额是1万块，那我们到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最终金额会来到33000块。那它的年均报酬率大概是 7.8% 左右，那最糟的一年它的跌幅是来到了 33%， 那最好的一年呢，它的涨幅是来到了 32.6%。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发现到，这档 ETF 它的年均报酬率是 7.8%，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投资这档 ETF 并且持有，假设呢物价的通膨是 3% 的话，那我们每年可以从这档 ETF 当中领取 3% 或者是 4% 的资金当做退休金，我们的退休金不会耗尽，而且呢可以持续的增值。那如果我们进行 VT 的定期定额试算，那时间呢从2009年的1月份到2025年的4月份，那初始金额是1万块钱，然后我们每年呢也定期存入1万块钱，那总投入金额就是16万，那最终我们可以获得20万3000元的资产。那这个试算结果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因为 VT 这档 ETF 毕竟是一种防守型的股票 ETF， 如果你想要高成长的 ETF， 你可以去投资像是 QQQ 或者是 SPY 这些 ETF， 它们的成长率就会更高。但是如果以防守型全世界股票的这种防守型的 ETF 来讲，那 VT 这种定期定额的投资绩效已经算是非常的不错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如何使用 VT 这档 ETF 来打造退休年金。那要如何进行 VT 的退休金规划呢？首先呢，我们的规则是从2009年的1月份投资到2025年的4月份，然后呢，我们每年年底的时候呢，就是在12月份，我们会从我们的总资产当中呢领 3% 出来，当做我们明年，也就是隔一年的退休金。那我们假设初始金额是100万，那我们这样每年领 3% 出来，那最终我们的投资组合竟然还有212万哦。我们的投资组合呢是成长了 120%。如果年均通膨率是 3% 的话呢，那我们累积通膨也只有 60%。这也就表示说呢，我们退休15年，每年领 3% 出来，那我们的总投资资产不止成长，而且呢还抗通膨哦。那这过程当中，我们每年退休金是多少呢？从2009年的第一次提领是2万块钱，到2024年的最后一次提领是来到了62359，我们的退休金成长了200%以上哦。那这个退休金的增幅是非常的惊人的。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台湾领的劳保或者是国民年金，它的成长幅度有这么的多吗？我相信是没有的。我们台湾的劳保甚至是国民年金，它几乎都是不会成长的，也就表示说呢，我们领到的这些退休金，如果我们活的时间越长，我们的退休金就越没有价值，买到的东西就是越少，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的退休金的规划就是要能抗通膨，要能持续的成长，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会越老越有价值，子孙呢才会跟在我们的周围，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有保障，而且我们往生的时候呢，甚至会留下一大笔的资产给他们哦。那这边还是有人会提到，这个退休金好少哦，每年才领2万块，到最后呢，每年才领6万块，真的是非常的少。那这边我要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觉得少，那就代表说什么？代表你一开始的本金就是非常的少嘛。哎呀，你怎么不多找自己的问题呢？你一开始的本金只有100万，那当然你能领到的退休金就比较少了。那如果你的本金是3000万呢？如果你的本金是3000万，那你2009年领到的2万块钱就会成长成60万，到2025年的时候呢，就会成长成180万。而且你的本金最终也会从3000万翻倍变成6600万哦。那我相信这样的年金当然就可以支持你的退休生活啦。那这边一定又有人会抬杠，他会说我的本金本来就很少啦，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我的退休年金吗？那当然是有。如果你的本金比较少，你还想要提高你的退休年金的话呢，那关键就在于提领率。因为我们刚刚设定的提领率是 3%， 那如果你能将你的提领率从 3% 提升到 4%，
或者是5%的话，那你的退休年金当然就会成长非常的多。但是呢，如果你过度的提高你的提领率，就会使得你的资产会越来越少，可能会使得我们在往生之前，我们的退休金就被我们领完了，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如果你要提高你的提领率的话呢，这时你可以投资长期年均报酬率更高的市场型的 ETF，像是 S&P 500指数的 ETF， 像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SPY。 那 S&P 500指数也是巴菲特非常推崇的一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从过去60年的绩效，从1960年到2024年， S&P 500指数它的年均报酬率大概是 9.8% 左右。这意味着如果你提高你的提领率，从我们刚刚的 3% 提高到了 4%， 你的资产依旧可以持续的增值，甚至是翻倍。那这个提领率看起来非常的好，有什么样的缺点吗？当然有一个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的提领的金额是直接从你投资账户进行提领的话，那你遇到股灾的时候呢，你的退休金就会大打折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这个缺点呢？那非常的简单，那我们为了要因应股灾的风险嘛，那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金库的部位，也就像是一个水库的部位。我们将每年提领的金额，我们每年从我们投资组合当中领 4% 出来，或者是 3% 出来，放到这个金库当中。然后我们再从金库里面呢，再提领一笔钱出来，成为我们的生活费。这样子就算是我们的投资账户因为股灾的关系腰斩了，我们依旧会从我们投资账户领一笔钱放到我们金库当中，然后我们退休金依旧是从金库里面去进行领取。这样子的话呢，就算股市出现大跌，我们的生活费也不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可以平滑我们每年的现金流，甚至在部分的时段，就算是股灾来临，我们的现金流依旧会提升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进行金库的规划，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呢，拍摄至今也有1年多了，目前呢也累积高达了18万次的浏览，那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去规划他们的退休提领计划哦。好，那 VT 要如何定期定额的投资呢？那我自己呢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那这边我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进行 VT 的定期定额投资。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开启 IB 的网页版本，然后呢我们点击交易。那交易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做定期定额的投资，我们把它点击下去。那点击下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先创建了一个月度的定期定额的投资。那你要如何创建这个投资呢？首先我们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创建定期投资，把它点下去。那点下去之后呢，这边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资产的代号，像是我们要购买的是 VT 这档 ETF， 那我们就选择 VT。 好，点击 VT 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一档 ETF 就是我们想要投资的 ETF， 我们把它点击下去。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股票。好，点击股票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设定开始日期，像是你要设定你要每年或者是每个月进行投资。像我这边我可以设定每个月的10号进行投资，那我这边就可以选择10号。然后金额的话呢，你可以设定是多少呢？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会设定500或者是100哦，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投资的金额。然后呢，这边可以选择间隔，间隔像是你要每月进行投资，或者是每半年，或者是每季进行投资。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选择每月定期定额投资。那这边有选择结束日期，那结束日期你可以选择特定的日期，或者是呢你要选择它要经过几期之后呢才要停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选择无结束日期。好，那点击继续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就是我们 VT 这档 ETF 以及我们设定的定期定额的规则。那左边这边的话呢，它有一些纰漏。那这边纰漏的话呢，有几个重点，我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账户的资金要足够，这样子的话呢 ，VT 才可以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如果账户资金不足够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它不会自动帮我们借钱，它只会让我们这一期无法定期定额的投资。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它会在我们设定的买入日，在开盘的时候呢，以交易量的加权平均价格去进行交易。那这会使得同一个日期对同一个证券设置了定期投资的投资人，他们会获得相同的平均价格。好，那你确认 OK 的话呢，我们就点击保存投资。好，保存投资之后呢，这边我们就点击已完成。那接下来 IB 就会自动的从我们账户当中去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那如果你想要取消这些定期定额的投资也非常的简单，你就直接按叉叉，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点击立即生效，它就会马上停止定期定额的投资咯。然后我们这边点击确认取消。好，那点击已完成，那我们定期定额的投资就取消掉咯。那这边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撇步，那就是如果你要进行 IB 盈透证券的定期定额的投资，这样子的话呢，我是不是就要每个月都要花那个电汇费？这非常的高非常的不划算。
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策略。首先呢，我的投资组合绝对不可能100%都是股票，我一定会有现金部位。那我的现金部位呢，现在大概占我整体投资组合的20%左右。那这20%的部位就可以让系统去进行定期定额的扣款。那假设我每个月要定期定额投资$500到 VT 上面，那我的现金部位只要保留大概有$3000，那是不是它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定期定额的进行扣款？那我只要每隔半年将我台湾存好的美金汇往这个账户当中，那我的定期定额投资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中断？而且我的现金部位依旧会持续的补充。好，那以上就是使用 IB 银通证券进行 VT 的定期定额投资的操作。好，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IB 进行美股投资，也就是 VT 的定期定额操作的话，那你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进行 IB 的开户。好，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谁适合去投资 VT 呢？这边我一定要说明啊，刚刚那些绩效都是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的绩效。所以呢，美国的股市在未来是不是能持续这样的发展，是大家不知道的。所以呢 ，VT 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那到底 VT 谁适合投资呢？第一个就是呢，你想要做到真正全球分散投资的投资人，如果你不满足于只有投资少量的美股，还有少量的新兴市场的投资组合的话，你想要一档 ETF 直接投资全世界的股票，48个已开发市场以及新兴市场的话，那你投资这档 VT ETF 就是非常的适合。那第二种适合投资 VT 的投资人，那就是呢，你觉得美国独霸全世界的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那你就可以投资这一档 ETF， 因为这档 ETF 它可以保留美股的优势的同时，也可以纳入全球不同领域的潜在市场。那如果未来美国股市它的表现比欧洲的股市或者是亚洲的股市还要差，那 VT 这档 ETF 依旧可以持续的增长，因为 VT 这档 ETF 它有 35% 以上是属于非美地区哦。那最后一个适合投资这档 ETF 的投资人，那就是呢，他想要降低单一国家以及产业风险的投资人。VT 这档 ETF 它相对于 S&P 500指数，就是美国大盘来讲，它的产业是更加的分散，而且呢，它不只投资美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某些龙头企业的亏损导致 VT 这档 ETF 它的资产规模大幅的缩减哦。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 VT 的缺点。那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绩效比较平滑，它可能会拖累美股的收益。那 VT 因为它是投资全球的股票市场，所以如果美国的股市大幅的领先的时候，那 VT 的表现就会被其他表现比较弱的国家所稀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VT 的绩效是大幅落后于美股大盘。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它的费用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一点点的虽然它只有 0.06%， 但是呢，如果你去投资美国大盘的 ETF， 像是 VOO， 它的费用率只有 0.03%， 那我们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成本。那第三个缺点就是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VT 虽然它算是一种大盘的 ETF， 但是呢，它的交易量仍然是远不及 SPY 或者是 QQQ。你可以看到 VT 这档 ETF 它的价格去乘上它的成交量大概是 2.8 亿左右，但是如果是 SPY， 它的成交量去乘上它的价格是来到了400亿哦，就算是 QQQ 这档 ETF 也有来到270亿左右。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VT 它的成交量是远不及这些著名的 ETF 哦。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一档 ETF 就可以投资全世界的股票。如果你有其他疑问，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提问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OK， 哇，现在讲多久了啊？Oh my god， 太长了吧？就这比影片会累死了。